Hello，大家好，我是老 K。大家又在前段时间给这个 A98 更新了一个大师版。这一把键盘的主要卖点就是内置了一个 Gasky 可调系统，只能说不愧是达子啊，整活真的是一套接着一套。A98 大师版也解决了键圈一个长久以来的话题，那就是 Gasky 究竟是该软还是该硬，就像豆腐脑该是咸的还是甜的一样，在这把键盘上你可以一次性全部体验到。只要用这样一个小扳手，想软就软，想硬就硬。本期视频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样一把键盘究竟是噱头还是真的具有实用价值。首先还是来聊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A98 大师版既然叫大师啊，参考达子一直以来比较自信的定价，当初猜测是便宜不了的，实际上价格出来之后我还是蛮意外的。大优好像怕大家不舍得买，凯华大师轴版本499，我手里这款天空全碰的轴体是549，顶配的滑雪轴是649，在不同版本之间只有轴体和配色的区别，内胆填充是完全一致的。来聊一下拆解。首先大家要知道啊 ，Gasky 的软硬程度其实和键盘底部的填充是有比较大关系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底部的空间越多，那 Gasky 的表现就越软；底部空间越少，那 Gasky 的表现就会越硬。所以这把 A98 大师版也是通过这一个原理来实现键盘手感的软硬变化。拆开之后，中间的内胆填充就简单的过一下，夹心是一张乳胶泡棉，算是 POROM 的下位平替。在下面是一张 SP 的轴下垫和一个声优垫，底下的话也是一张乳胶填充加上一个非常薄的硅胶垫。上面的话有一些类似于胶腕一样的凸起，可以给到 PCB 一个支撑。这套内胆出来的声音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麻筋音了，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就是重头戏啊，这一款键盘是如何做到调整 Gasky 手感软硬的。可以看到，在我没拆开的情况下，旋转旁边的机构底部的一整块面板会有一个升降的动作，并且在右侧做了一个防爆式的设计，可以防止一些大力出奇迹的情况出现。把顶上的板子拿下来之后啊，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原理就非常简单了。底部有非常多这样的小半球状凸起，通过右侧的螺纹带动底部面板的左右移动。当底部的面板移动到左侧，下方的凸起就正好嵌入上方的凹槽中，整一个 Gasky 的面板就会变低，底部面板所占用的空间就会变小，所以 Gasky 就会变得相应比较弹软。那如果抬升到右侧，就正好相冲突，底部两块面板占用的体积就会增大，所以 Gasky 手感就会偏硬。说实话，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巧妙的，而且实现的成本也不高。再把底下活动板块抽出来之后，底下就是一块4000毫安时的电池，稍微小了一点点。我觉得底部的空间冗余还是比较多的，甚至还能再塞一块电池，并且做一定的填充。在续航方面啊，官方并没有给到具体的续航时间。主控芯片是华芬达的80CP100，之前的狼图 LT84上也在用。参考 LT84的续航，这个大师版300个小时左右，我感觉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延迟，这里也简单的给大家放一下。说完结构方面，我这个视频出的比较晚，外观方面大家可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键盘整体的前高比较厚，建议是配合手托使用。我手里这一款样品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顶部这一块会有一些赛纹不太均匀的情况出现，其他地方检查了一圈，做的还不错。厂商那边也说到后会修正这类的问题，大家到手也可以再检查一下。还有一点需要提到，就是键盘的灯光，可以看到贴面灯上方有一个球形的灯珠，理论上是会让键盘灯光更加聚集，但配合本身就带有导光珠的天空轴，可能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更大的意义还是配合不带导光珠的轴体来使用。至于这款全碰的天空轴啊，我对它的评价是好像和一般的天空一是没有太多区别，也是延续了这个系列一贯以来的轻压力，40克触发，50克触底。硬要说的话，就是在按压轴体的边角区域可以感觉到一点点独属于全碰轴体的那种沙滑感。至于和凯华大师轴和滑雪轴放在一起怎么选，这个就很简单了。三款轴体的压力克数区别很明显，滑雪轴明显偏重，大师轴中等压力，天空轴压力偏轻啊，这个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就 OK 了。最后还是回到结构上，我不清楚这个结构大优有没有申请专利，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后续大概率会有别的厂商跟进。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好的设计啊，起码实用性是有的，也不会像之前 A81那样的无钢 Gasky 表现翻车。抛开它的可调结构，它的整体表现就和一个普通键盘一样，除了稍微厚了那么一点点以外，假如纠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手感，那这把 A98 大师版绝对是值得体验的。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也在
再次感谢大优的邀请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